LV 法务部恐怕怎么也没想到，一场本来稳赢的商标官司打到最后反而把自己架在了火上烤。原本拿着经典老花图案四处维权，冲着千万级赔偿去的奢侈品巨头，遇上一个卖奶茶的国产品牌。苏州中院一审判下来，钱是判了，可全网的舆论风向却彻底歪了。一边是百年奢侈品牌，一边是年轻茶饮品牌，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行业，就因为一朵四叶花闹出了今年最有戏剧性的商业官司。去年5月 LV 正式在苏州中院起诉茉莉奶白，理由是商标侵权。在 LV 看来，茉莉奶白用的那朵黑色四叶花 logo 和自己家经典 monogram 老花里的四叶花卉图案高度相似，属于蹭热度搭便车。可谁也没料到，这案子一判直接炸了全网。2026年6月29日，苏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定茉莉奶白确实构成商标侵权，需要赔偿 LV 经济损失1000万元，加上30万元的维权合理开支，合计1030万元。除此之外，茉莉奶白还要立刻停止在全国所有门店使用相关图案，门头、包装、线上账、号头像、宣传物料全部得换，还得在官网、微博、公众号、小红书、抖音6大平台首页登声明，消除影响。单看判决书， LV 是彻彻底底的胜诉方。1000多万的赔偿额，在国内茶饮行业的商标侵权案里算得上顶格水平，换别的案子，原告早就赢了口碑又赢了钱。可这次不一样，判决结果刚流出来，网上的评论区直接翻了天。很多网友的第一反应不是支持维权，而是觉得 LV 管得太宽。一个卖几万块包包的奢侈品和一杯10几块的奶茶，消费者怎么可能搞混？有人直接调侃，总不至于有人买杯奶茶会以为是 LV 联名款吧？更有意思的是，顺着这个话题往下挖，不少人翻出了另一个角度。LV 这朵四叶花本身就源自中国传统纹样，有丝绸行业的专家出来说，这种四瓣花卉纹样在中国传统丝绸瓷器里早就有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公共设计元素。这一下舆论更热闹了，很多人反过来质疑 LV 是文化挪用，拿着中国传统纹样注册商标，反过来告中国人侵权。当然，也有不少人站在法律这边说话，法院判侵权不是乱判的，两个图案放在一起对比，花瓣造型、整体结构、视觉观感确实高度接近。更关键的是，茉莉奶白自己曾经多次申请注册这个四叶花商标，结果全都被驳回了，有的直接宣告无效。明知道注册不下来，还在全国2400多家门店大规模用，从线下门头到线上宣传全覆盖。法院认定这属于主观上明知故犯，有攀附名牌商誉的故意。而且 LV 的商标知名度确实够高，属于驰名商标范畴，法律上本来就支持跨品类保护。不是说你卖奶茶，他卖包就一定不构成侵权，只要消费者可能误以为两者有联名、授权之类的关联关系，就可能被判侵权。但不管法律上怎么说，舆论场上 LV 这波属实是赢了官司，输了人气。更戏剧的一幕还在后面，官司输了的茉莉奶白线下门店反而火了，不少城市的门店出现排队现象，有人专门冲着这个侵权款包装去打卡，想赶在换包装之前买一杯留个纪念，品牌知名度反而因为这场官司暴涨，相当于免费做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宣传。反观 LV 这边本来是正当维权的受害者形象，结果被贴上了仗势欺人、小题大做的标签。很多人本来对 LV 没什么特别感觉，这下反而觉得这个品牌格局不大，连奶茶店的图案都要揪着不放。目前这件事还没完，茉莉奶白创始人已经公开表示要上诉，现在案子还在上诉期里，一审判决并没有正式生效。按照业内律师的分析，二审要想彻底推翻侵权，认定难度很大，最大的变数可能在赔偿金额上，1000万元是不是过高？二审法院会不会往下调？现在还不好说。其实回过头看，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引发争议。一边是国际奢侈品巨头
一边是本土新消费品牌，身份上的悬殊本身就自带话题，再加上传统纹样归属、商标跨类保护这些模糊地带，很容易戳中大众的情绪点。对 LV 来说，这场官司的代价可能远不止法务成本。原本想靠维权立威，顺便拿一笔赔偿，结果钱没拿到手，先惹了一身舆论非议。对于深耕中国市场的奢侈品牌来说，口碑反噬的损失恐怕比1000万赔偿要大得多。而对整个新茶饮行业来说，这也是一记响亮的警钟。很多新品牌做设计的时候喜欢借鉴大牌元素，觉得跨行业没事儿。这次的判决相当于明确画了红线，不是行业不同就可以随便用。实名商标地保护范围比很多人想象的宽得多。商标申请被驳回了，就赶紧停，抱着侥幸心理继续用，最后代价只会更大。至于这朵四叶花最终会走向何方，还得等二审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奢侈品与奶茶店的跨界官司已经成了今年最值得琢磨的商业案例。毕竟不是每一场维权都能把自己围成舆论的反面教材。法学界的白酒化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是整个世界的毒瘤。这些年来，白酒化倾向一直在悄悄渗透进我们的社会。首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白酒化，简单来讲就是和老百姓唱反调。在人的权利都还没有落实好的时候，非要去讨论猫猫狗狗的特权；在国家工业还在爬坡过坎，很多产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大谈环保主义。这群人从来不解决问题，只热衷于享受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谴责他人的爽感。如今这股白左化的妖风又吹向了我们的法学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法学教授公开建议要减轻对经济罪犯的量刑，有的专家说对校园霸凌者不能惩戒，更不能碰法律，只能靠教育感化。还有人直言死刑不该存在，理由是剥夺生命不人道。但我就想问一句，如果对经济犯人道，那当年那些因为职工安置费被贪污，在哈尔滨零下30度的冬天里冻得瑟瑟发抖，最终没能熬过寒冬的下岗工人人道吗？如果对校园霸凌者人道，那对被霸凌导致身体心理受到严重创伤的孩子人道吗？如果对孙小谷人道，那对那些被毁掉一生的女孩人道吗？凭什么生命的尊严要在犯罪者身上无限放大，而普通人的命为什么永远在讨论中被省略？这群人满嘴喊着人权进步和国际接轨，老百姓最朴素的正义感被说成是落后不懂法，眼睛永远只盯着罪犯的人权，想着要怎么样再减一点刑，再多给几次机会，怎么样让罪犯更好的回归社会。这种无底线的宽容本质上就是在纵容犯罪。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把这些专家的主张串起来看，答案就很明显了。他们不过是把西方白左那一套感化罪犯的理论生搬硬套到中国来了。他们研究法学根本不是为了搞清楚社会到底该怎么运行，不是为了解决实际的治理难题，而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先进，更能融入他们所谓的国际学术圈。那些和普通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安全、公平、秩序，他们碰都不碰。但凡是小众、前沿、舆论敏感的议题，一定冲在最前，因为成本不在他们身上，他们是既得利益者，生活在云端，从来不曾体会过底层的疾苦。他们以为西方那套基于基督教的救赎思想的价值观就是文明和先进，出了事儿是社会的问题，出乱子是治理的问题。可只要论文发表了，头衔拿到了，学术声望积累了，他们就已经安全离场了。说到底，这些人不是在推动文明的进步，而是在拿普通人的命给自己提升价值。观点高度照搬西方那一套理论，论文里边全部都是某某欧洲法院的判例。这套模式在西方世界行得通，是因为人家这一套背后有着几百年的宗教传统、个人主义文化，人家讲究的是救赎，觉得哪怕你是个极度的恶人，你的灵魂也是上帝的资产，除了上帝谁也不能收割。但是大部分东方国家的正义观不是为了救赎罪犯的灵魂，而是为了还受害者一个公告，为了给社会一个交代。照搬照抄的结果，最先倒霉的不是那些坐在高级公寓喝着红酒欣赏城市江景的精英人士，而是晚上下班不敢走夜道的独居女性，是下午放学不敢让孩子自己回家的普通家庭。到最后，法条写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国际化，老百姓对法律的信任却一点点的流失。法律的工具性本来就是它最宝贵的特质，说法律是工具不是贬低它，反而是在夸它，因为能满足时代需求的工具才叫好工具，满足不了需求的法律，就算披着再神圣的外衣也是废纸一张。中国能有今天的发展，靠的是实事求是，靠的是几代人流血流汗干出来的，不是靠那些高高在上的普世价值喊出来的，更不是靠少数精英在空调房里拍脑袋决定的。
如果任由这种慷他人之慨的伪善思维在国内泛滥，最终毁掉的将是我们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社会秩序和发展根基。所以别再被那些高大上的词汇忽悠了。一个真正有底气的法学界不应该只是教学生拿着外国的判例来批判中国的现实，不应该把西方的理论当成不可动摇的真理，而是应该带他们走进派出所，走进社区法庭，走进乡镇一线，去看看书本之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去听听老百姓对公平正义的真实诉求。只有当法律真正扎根在咱们自己社会的深层土壤里，吸收着咱们自己文化的养分，它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才能真正保护咱们每一个人，而不是变成某些人展现优越感的秀场。别让法治成了别人价值观跑马圈地的殖民地。